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Ruby 疗愈塔罗。今天我们来占卜的主题是：他离开你之后过得好不好？会想你吗？会后悔吗？如果你心里仍然有一个耿耿于怀的人，好奇他离开你之后生活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这里一共有3组卡牌，从左到右依次是第1组、第2组、第3组。那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1组，这是第2组，那这是第3组。选择与你感应最强烈的一组，卡牌本身没有任何的含义，你只需要放轻松，心里默念这个人的名字，然后感受你与卡牌之间的链接。如果一时选不出来的话，那也可以暂停屏幕。那现在我们就开始选牌吧。Hello， 这里是第1组。那首先我们用上面的这3张塔罗牌来看一下离开你之后他目前的生活状态、能量状态是什么样的。那首先这边就是一张星币1的正位，象征着物质世界的新起点，所以这个人目前可能专注于物质层面的成功，物质能量会非常的活跃，可能是换了新工作，或者接到了新的项目，搬了新家，想要存钱买房买车等等。就看到他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比之前要忙碌一些的，可能工作上面的强度也比较大，需要加班，所以对于他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可能是在一些物质层面上的追求。那后面这边就是一个圣杯9的正位，圣杯9就是代表着满足。这个人端坐在他应得的圣杯面前，沾沾自喜，看似拥有一切，实际上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周围没有与他同乐的人。所以这里的星币1的星大概率是为了支撑圣杯9表面的满足，他需要用大量的金钱物质来让他获得短暂的安全感、满足感，以体现他自己自身的价值，获得别人的肯定。就这个人他需要通过物质来换取认可，但这种通过物质来获得的认可其实是很脆弱的，很不堪一击。那一旦没有获得足够的物质财富，或者是说得不到别人正向的反馈，可能他就会陷入到焦虑内耗的情绪当中。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有一些好面子，那喜欢在人群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感，显示自己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在外面表现的自己的生活是很丰富的，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健身啊、旅游啊、烘焙啊等等这种状态，又或者是他在外面表现的自己就是很稳定，对所有的事情都游刃有余，充满信心，感觉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胜券在握的样子。但后面又紧跟着一个权杖9的逆位，那权杖9在正位的时候就是象征着坚持等待，但是他现在是一个逆位，就反过来，就代表这个战士他放下了他手里的这些盾牌支柱，这个放下不是因为他胜利了，而是因为他实在是精疲力尽，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了。所以可能这个人他目前真正的生活并没有像他前面表现的这么的成功丰富，亦或者是他获得了这样的成功，获得了物质财富，但获得的过程并没有像他表现的那么轻松。就感觉这个人目前生活中有一些表演性人格在身上，可能在外他表现的就是很积极，很有能力，很有正能量，兴趣爱好很多，一会儿要去健身，一会儿要去旅游。但其实呢，在他的实际的生活里面，他可能每天就只想躺在床上摆烂而已，因为他目前的行动力就是大幅下降的，可能跟他的工作有关，工作上面太多的任务让他很疲惫，也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在心理上面失去了动力，对很多问题潜意识的就想逃避。
总之，这个人离开你之后，他的生活就是充满了外强中干的伪装，物质上面可能有了新的起点，但仍然没有办法填满他内心的空虚。表面表现得非常的自信满足，但其实内心是很疲惫的，心力交瘁的。人生如戏，它并不是真正的快乐。那我们再来用下面这3张塔罗牌来看一下，他目前对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想念你，有没有后悔分开。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权杖2的逆位，这个人他对于过去的决定现在仍然感觉到摇摆不定，有时候觉得我做的没有错，有时候又觉得当时决定做的不对不好。或许就是离开你之后，他的生活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又或者是你们分开之后，你的状态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就让他思考当初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那后面又是一张星币10的逆位，首先这个星币10有一方面的含义就是，如果你们2个人当时是有见过双方父母的，甚至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那对方的家庭家里的长辈其实对你是非常有好感的，所以你跟他分开了，他的父母会觉得非常的惋惜和遗憾。他们可能之前都已经把你当成家人了，但一下子你跟他的孩子有分手分开，他们还是觉得挺难过的。那另一个含义就是，这个星币10的逆位其实是指向这个人本身的，他可能曾经对你们2个人的关系有过长远的构想，但是呢，现实上面又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导致你们2个人最终就是没有办法走到一起。甚至可能你们有些人是存在着婚姻关系的，那这个人离开你们之后呢，他们也会偶尔的觉得很遗憾，比如说看到别人结婚，就会下意识的想，你们以前也是这样的。离开你呢，对他而言，他失去的不仅是一段感情，而是失去了一份本可以就拥有的安稳。那然后最后呢，是一张隐士的正位，象征着向内探索的孤独感，那也代表着是他对于你现在感情的终点。就经过了前面权杖2的犹豫思考，星币10的失落，那最终呢就到了我们隐士独处反思内省。经过反复的思考之后呢，他就明白你对他而言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牵绊，他还是会时常的想起你，但是隐士又意味着他不会表达出来。隐士在这里表达的思念是一种安静的方式存在的，不会声张，只说给自己听。比如大家听到你们之前一起听的歌，就会突然的有一刹那的愣住，然后看到路上有跟你相似的声音，他也会突然的心跳加速，但是这些都不会表现出来，也不会说出来，就这个人演技了得，很善于伪装，所以对于你的思念，他们也是淡淡的掩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那然后我们再用这2张塔罗牌来看一下，这个人他目前是不是处在一段关系当中，那你们2个人是不是还有可能。这边卡牌一个是星币9的逆位，一个是月亮。首先这个星币9在这里就象征着独立的坍塌，就好像一个独自盛开的花朵，它突然枯萎了。所以这个人目前身边很有可能是有暧昧对象的，或者是有交往的对象，但这段关系是寄生式的，它并不那么健康，他需要对方的陪伴来填补他目前内心的孤独。这段关系当中呢，他会表现得非常的依赖对方，不想自己一个人待着，看上去好像很爱对方，但实则他其实没有投入多少的真心在里面，甚至会刻意的隐瞒过去。另外呢，星币9的逆位在这里表示的这个依赖失去自我，也可能是反映在他的生活层面上，他会变得依赖外界的认可。那这个意思就会跟我们前面的圣杯9
这个意味会有点相同，因为他们都是9号牌。他希望别人夸他优秀，会有一些虚荣心。那后面跟着的是一张月亮的正位，就象征着模糊不清以及潜意识里的恐惧。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人他和他的新对象，他们的关系是处于灰色地带的，可能是朋友以上，恋人未满，也可能就是地下情、一夜情。他没有说清楚自己的想法，对方也可能是有所隐瞒的，两个人都是彼此试探，并非很真诚的投入其中。而且他对于这段关系感觉很混乱，就既觉得自己需要有一个人陪着，他不想一个人待着，但是呢又会突然在某个瞬间会对这段关系感到很反感。潜意识里面他还会拿对方跟你做对比，然后经过一番比较之后发现根本没法比，那这个结果可能就让他更烦躁。那这就恰恰好说明他其实在内心深处还并没有真正的放下你。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还有可能吗？机会肯定是有的，因为看到这个人就是对你还是有牵挂和思念的，而且他目前自己又是一个害怕孤独、习惯性依赖的状态，所以如果是你愿意的话，两个人其实在一起的几率会很大，但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你觉得值不值得，愿不愿意。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到你们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 success， 还有一个是 wet。 这就可以看出你是你们两个人这段关系当中的胜利者，就无论两个人最终能否走到一起，你的状态都是要比对方好的，而且看到主导权也是在你们手中。那宇宙还是要建议你们对于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回头了。 success 呢在这里还是有个人层面上的成功，表示你的事业、健康、社交等等正在引向一个正向的循环，你的能量会从依附逐渐转向独立发光，开始完整而丰盛的生活。所以宇宙是在这里想要给到你们祝福，就无论你们现在是想要期待一个真正真诚的感情，还是说期待婚姻，所有与感情相关的美好的愿望最终都会迎来成功 success， 只是这些成功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因为这里有 wet 嘛，宇宙建议你不要着急做出任何的决定或行动，时间还在酝酿某种改变，所以需要你耐心等待。在目前而言呢，比急于寻找答案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你们自己，锻炼你们自己，让你们更加的强大。 Success 是终点，那 Wet 是路径，你们正在走向自我圆满的成功，无论你与他的结局如何，你都是赢者。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啊。Hello， 这里是第二组。首先呢，我们用上面的这3张塔罗牌来看一下，离开你之后，这个人他目前生活状态、能量状态是什么样的。首先3张都是逆位，那星币4的逆位就象征着安全感的崩塌，就如同紧握的拳头被迫张开，那代表着物质或精神层面上的失控。那这个人可能目前呢，在财务啊，或者是物质上面遇到了一些危机，资金周转上面可能存在一些困难，或者是之前做的一些投资收益受损，还可能就是他面临着降薪啊，或者是换工作等等一系列的现实的问题。在物质层面，他目前没有办法稳定，所以这也导致他现在内心上也是焦虑不安。那后面是一张圣杯5的逆位，那圣杯5在正位的时候就表示失落、悲伤、痛苦的意义。那这个人你看到他低头在哀悼地上的3个倒了的杯子，而圣杯5的逆位呢，则是加剧了这种悲伤的程度。原本呢他还剩2个杯子，现在逆位之后倒过来之后，这2杯子也倒了，里面的水全部被倒出来，所以情绪在此刻达到了一个低潮，他经常会感到痛苦、难过、自怨自艾。
那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他拒绝承认悲伤，拒绝承认痛苦，一切的一切他都选择自己一个人承受消化。那对家里对朋友也是报喜不报忧，比如朋友问他最近还好吗？你还可以吗？能挺住吗？他都说挺好的，但转过头就躲起来抽烟。那这种压抑可能就引发他失眠易怒的问题。后面是这一张塔的逆位，那就象征着他不想改变，不想承认，不想接受他失败的这个事实。这个人就可能是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情绪，习惯性的会选择有问题自己承担。可能当初你们两个人分开的时候，他在外都表现得云淡风轻的，但实际上所有的情绪都被他自己压抑在了内心深处。就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比较骄傲，然后不想示弱，所以就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无论是当前物质经济上面的紧张的情况，还是说之前呢在感情上遭受的痛苦经历，他都是选择默默承受，一个人去消化这些情绪和问题。所以当下无论是在外在经济上面还是内在的心理上面，这个人感觉负担都比较的重。那我们再用下面的这3张塔罗牌来看一看他对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想念你，然后有没有后悔分开。首先就是一个恶魔的正位，恶魔就象征着执念的捆绑，就像这两个被锁链锁住的人一样，明明知道很痛苦，但是却不愿意挣脱。那这张恶魔就代表着对于过去的欲望、依赖或者是不甘心。那这个人其实对你是有强烈的欲望的，还存在着难以放下的情绪链接，或者是难以放下内在的渴望。你们两个人分开有可能是你提的，或者是他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因为看到他就是没有放下对你的感情。即使你们就已经分开了，他仍然会时不时的想起你，会反复的想起你们的过去，尤其是想起你们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想起他对你的承诺，比如说没有去完成的旅行，没有说出口的道歉，甚至在他的心里会美化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回忆，就过滤掉两个人争吵的事情，只记得两个人甜蜜的时刻。因为恶魔这张牌本身就有着很多的人性的原始的冲动，原始的感情，就像他对你的思念是他没有办法抑制的。那看到前面他其实是一个对很多事情都选择承担，压抑在心里，隐藏得很好这样的一个人。那恶魔牌在这里就表示他对你的这种感情他压抑不住了，是非常原始的冲动，根本藏不住。另外呢，恶魔牌在这里呢又隐藏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绪，就他有的时候吧很爱你，有的时候吧又挺恨你的，就恨你给他带来的这种伤害，恨你不联系他，就他心里其实有一种很矛盾的情绪。然后后面这张是一张宝剑十的逆位，就代表着痛苦的延续。你们两人分开的痛苦可能到现在还是会影响到他，他可能还没有彻底的走出来，但是看到这10把剑倒下来，他其实慢慢的就会自己掉下来，就象征着痛苦也是在慢慢的减轻，撕心裂肺的痛会变成隐隐作痛，伤口在慢慢结痂。那他可能现在也在逐渐的清楚明白你们两个人当初为什么会分开。那最后呢是一张圣杯4的逆位，这张牌呢就代表着最终这种不甘的情绪的结束，是对于恶魔牌正位的一个破解。恶魔的执念是占有，宝剑10的逆位就代表着逐渐清醒，那最后圣杯4的逆位就意味着珍惜。所以他可能之前刚分手的时候就会想要占有你，拥有你，不能没有你。那现在呢，他慢慢的从之前的疯狂到现在逐渐的清醒，他开始能够看见过去的错误，
重新审视他在这段感情中的态度和行为，就看到他现在可能不仅仅是想起你想念你，还带着深深的愧疚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珍惜，甚至会开始反思要如何弥补。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2张塔罗牌，代表的就是他目前是否在一段关系当中，然后你们2个人之间还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太阳还有圣杯8的逆位。这个人现在好纠结啊，因为太阳和圣杯8这2个就是基本上完全相反的能量。首先太阳就是看上去光明嘛，充满活力，代表他目前可能有新的社交或者是情感上的互动，他可能想要通过新的情感去接触新的人，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说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让他变得自己也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因为看到他最近的生活可能有很多的不愉快不顺利的地方嘛，但也可能就是他身边的家人朋友拉着他，想要让他出去社交活动，觉得他现在就是情绪不好，希望他能多走出去跟人互动。那后面这个逆位的圣杯8呢，又削弱了我们前面太阳正位的力量，就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的热闹。因为圣杯8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愿意突破，安于现状，所以意味着他可能尝试过与过去告别，尝试着想要走出过去的感情困境，但好像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他还是会不自觉的拿你和新接触的对象做对比，然后发现对方不如你细心，不如你成熟等等。又或者说在一群人当中会不自觉的找寻你的影子，在接触别人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找一些跟你相似的发型啊、身材啊、外貌啊等等这样的人。他们自己内心的这种隐性的比较，让他们在新关系中是没有办法深入的，只能够停留在表面的接触聊天当中，结果发现跟每个人好像都不来电。就这个人现阶段对于发展一段新的关系，感觉他是既渴望又抗拒的，渴望用新感情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希望能够通过新的感情、新的人来激发自己一些正向的情绪。但另一方面感觉他又是抗拒的，他还是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面，觉得可能开始一段感情就是对你们之间回忆的背叛。就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的父母朋友给他安排的相亲，让他去认识朋友，但他内心就是没有真正的放下你，就不想去。感觉他目前的情感能量是被2股力量拽着，反复的在纠结拉扯。所以你问你跟他还有可能吗？那还是有的，因为单单我们从感情方面来看的话，他就是没有放下你。圣杯8的逆位就明确的表示出他仍然有想要回头的念头。所以如果双方都愿意给彼此机会的话，其实2个人的关系是存在着可能性的，但是这个还是要建立在清醒成熟的选择之上。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到你们的建议是什么，是一个 opportunity 还有 helpful people。 首先呢，这张 opportunity 就意味着有机会，你们有机会重新复合在一起，那同样你们也有机会去遇见新的可能性。所以宇宙是想要告诉你，你们的感情能量并没有停滞，还是在一个变化当中的，并不会说因为你们2个人分开了，你的感情能量就不变了，不动了。你的生命中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的，并不会因为一段感情的结束就停滞不前。而且感觉这段感情，这个人可能恰恰好就是帮助你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大门。通过跟这个人的相处，你可能会更清楚明白感情中你到底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个伴侣，你渴望的是一个怎样的情感模式，你对于感情最终的追求是什么，是希望一段轰轰烈烈的体验呢，还是说你会希望一段相濡以沫的长久陪伴。所以可能经过你跟这个人的相处之后，你会看得更清楚更透彻。那反而呢，这在之后你的生活当中会帮助你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让你真正心动的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 helpful people， 宇宙是在指引你靠近那些真正能够支持你、帮助你、疗愈你的人群。对于你内心的不安、焦虑，宇宙都会安排人来到你的身边帮你治疗。朋友会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你其实很优秀、很美好。又或者是突然有人在你旁边说这个人其实很想你，这个人没有放下你，他在打听你的消息。那还有可能就是有人会给你介绍一个不错的对象给你认识。总之，你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人在爱你、关心你，在你伤心、难过、失落、痛苦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陪在你的身边。那在这里 opportunity 就是一扇大门，那 helpful people 就是推着你走进这扇大门的手。宇宙的提醒不是想要催促着你去复合，还是说想要催着你去放下，而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世界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更懂你的人和更爱你的人。要向外看，不要把眼光一直都放在爱情上面。可能你身边的友情、亲情会给你提供更强大的力量。那以上就是我们第2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祝你们幸福啊！ Hello， 这里是第3组。首先呢，我们用上面的这3张塔罗牌来看一下，离开你之后，这个人他目前的生活状态、能量状态是怎么样的。首先是一张星币女王的正位，这个人目前可能在事业上，或者说是在生活上有了自己的新目标，想要换工作，或者是想要升职加薪，想要通过某项考试，亦或者是他想要换房子、购置家具、装修等等。就目前他的生活看上去是比较忙碌的，非常想要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那后面呢是一张节制的逆位，还有一个是星币2的逆位。这2个牌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平衡的倒塌，内在调和的失败。这个人目前的生活节奏是非常混乱的，没有办法去平衡生活和工作，可能为了工作每天要加班熬夜到很晚，凌晨还要发邮件改方案，或者就是因为对于某件事情、某个物品的过度追求，让他们内心是非常的焦虑着急的，整晚都睡不好觉。而且就他最近整个人的情绪也不稳定，容易走极端、走偏锋，再或者就是会发生沟通不良适应不良的情形，就很容易跟身边的人发生口角争执。这可能就是因为他目前生活上的压力太大了，所以有些事情就处理得不够理智，对于同一个问题可能要反复的进行修改，他就会失去耐心。所以最近他在人际关系上面会面临不小的挑战。那健康上面他可能也是会因为过度的做某些事情导致受到伤害，比如说过度劳累过度加班、过度抽烟饮酒，都会导致他身体上的疾病。那后面这张星币2的逆位其实跟上面这张节制的意味会很像，就是对于他这种失控难以平衡的一个情况的双重肯定。这个人目前的生活中要扮演多个角色，在多个角色中来回的切换，要承担很多的责任，那同时负责多个项目的进展，经常会让他感到焦头烂额，或者选择困难，甚至会逃避面对需要平衡沟通的问题。总体而言，这个人就是非常忙，非常忙，精神上、身体上都有点吃不消。那我们再用下面的这3张塔罗来看一下，他现在对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想念你？有没有后悔分开？首先这边是一张星币8的正位，就说明他可能现在不太会经常的想起你了，他太忙了，他现在要非常专注的在他的工作生活上面才行，没有其他的精力分给感情。所以即使想起你呢，他也是可能偶尔一笔带过，或者是想到你的时候，他会像是做那种项目复盘一样，会理性的分析你们当时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而分开的，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个局面。就他想起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遗憾啊、伤心难过这样的情绪，他更多的是一种寻找答案的探索。那后面这个圣杯3的逆位也说明他目前就是在人际交往当中、团队项目活动沟通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跟他谈心，甚至他可能还受到了身边人的冷淡对待，所以他在社交中会经常的感到疲惫，有疏离感。那在这种时候呢，他就会想起你，想起你们之前交往的点点滴滴，想起你当时对他的陪伴。这个人目前呢，在忙碌中又有着隐藏的失落感，就他的压力没有倾诉的对象，他的想法也没有人能够理解沟通，他获得的荣誉称赞、物质奖励也没有能够与之共享的人，就感情能量像是一座孤岛，没有办法跟周围热闹的一切连接起来。所以即使他身边可能有朋友，或者是可能处在一个热闹的饭局之上，他也没有真正的情感满足。这个时候他或许就会打开手机去看一下你们的状态，翻一翻你们之前的聊天记录，似乎就能够减轻他心里的孤独感。那最后是一张宝剑4的逆位，这个人他现在就是想休息一下，他想睡个好觉，但现状呢又不能如他所愿。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太忙了，然后没有时间去休息，另一方面就是他这个人本身睡眠方面就是有障碍，入睡困难，或者说睡觉很轻，动不动就会醒。长久以来呢，他都有睡眠方面的困扰，可能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情况还能好一点，那现在离开了你似乎更难了。那这个宝剑牌呢，其实也有着伤害冷漠的意味，所以可能他在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想起之前跟你的相处，重新思考过去的决定是不是对于你而言伤害到了你，或者是重新思考之前在感情中对你的态度是不是有些过于冷淡冷漠，对你造成了伤害。就看到这个人偶尔会在午夜梦回，或者是在他感到有些孤独被冷落的时候想起你，但是都是比较克制的，在情绪上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更多的是一种理智的审慎和反思。那我们再来用下面这2张塔罗来看一下，这个人他目前是不是存在一段新的关系当中，你们2个人之间呢还有没有可能。是一张命运之轮的正位，还有一个是权杖7的正位。首先这里有命运之轮的出现，就象征着命运的转动，你和他的相遇、相知、相爱，以及到最后分开，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之轮在这里的出现就暗示着会有新的机遇和转折点到来，象征着你们之间的联系，你们之间的缘分未完待续，宇宙可能正在安排某种契机或者是新的机会给到你们。比如他会安排一些偶遇，安排你们共同的好友撮合，或者是安排一些让你们不得不联系的事情，重新让你们建立链接。那至于你们最终是否可以走到一起，那就要看你们2个人在未来这次转机当中做出怎样的决定，怎样的选择。总之2个人的关系是有潜力有机会的。那这里是一张权杖7的正位，就描绘着的是一种防守、守备、警惕的状态。所以当下这个人他并没有一个新的关系，他现阶段不想谈感情，也不信任感情，没有想要去接触新对象的想法。如果有人跟他示好的话，他也是会礼貌的跟对方保持距离。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他觉得这个时候谈感情反而会阻碍他的进步。另一方面就是他对于感情不信任，防备心很重，总是怀疑对方对他的心意不真诚，害怕受到伤害。那权杖7在这里呢，就是命运之轮转机的阻力。命运之轮想要推着靠近，无论是新的关系，还是说命运想要推着他靠近你。
但是这个人却在防备中一再的拉扯，一再的犹豫。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到你们的提示和礼物是什么。第一个是 compromise， 还有一个是 reconsider， 妥协和重新考虑。那首先 compromise 就是想要告诉你们，你们的这段关系未来的走向取决于你是否愿意看见对方的不同，学会放下期待与坚持。这里的妥协不是委曲求全，而是看清双方的不同，放下非黑即白的评判。那这里的妥协也不是指你向他妥协，而是希望你能够适当的向命运妥协，接受命运的安排，学着去顺其自然，接受事情所有的可能性，不再强求，不再执着，减少内耗。妥协是能量的软化，从对抗转向流动。那从他错了，我没有错这样的想法，转向其实我们双方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都有问题，只是可能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两个人都是有成长的空间的。那这种在心理上、情绪上的软化，会增强我们内在温柔包容的力量，也会帮我们吸引更多和谐交流的机会。那 reconsider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重新考虑你们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们自己内心究竟是想要复合呢，还是想要放下？千万不要被不甘心或者是被习惯绑架。你们在心里可以问问自己，那如果他现在回头，你能够接受过去的问题吗？如果不复合的话，你能够在心里祝福他吗？可能问题就会帮你们看清自己的内心。宇宙也是希望你们能够重新考虑这段关系对于你们自身的意义。这段关系既然它发生了，而且是命运带给你的，那它一定会对你造成一定的影响，一定会教会你们一些东西。复盘不是为了让你们回头看，而是想要让你们带着这种成长继续往下走。你们在这段关系中获得了成长和经验，那以后无论有没有他，你们都能够获得幸福。Compromise 是心态， Reconsider 是行动。宇宙在这里不是想要逼着你去复合，而是想要让你不要被那种非此即彼的执念困住。有些问题它不仅仅只有 A、B 两个答案，它可能还有第三种选择。接受关系中的磨合，接受人性中的缺点，允许自己再想想，也允许它慢慢来。希望你们能够保持松弛感，命运之轮已经转动了，我们只需要放轻松，然后跟着心走，该回头时不要犹豫，该放手时也坦然面对。那以上就是我们第3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啊。